接下来我来讲一些实际的应用案例。这些应用案例是 Cloudera 公司整理他们客户的实际应用，所以我在这边也感谢 Cloudera 同意使用这些案例。Big Data 的资料系统架构原本是 Google 提出来的，所以它本来也只适于解决 Google 的问题，而且呢，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因为它是一个分散式系统。一开始只有 Google 里面的那些蛮聪明的工程师才能够妥善利用这样的平台，但经过这几年呢，随着资料量暴增，越来越多大公司面临着巨量资料的问题啊，因此同样的架构已经被应用在各种产业去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以下几个应用案例是 IoT 相关的。一般讲到 IoT， 你可能很容易联想到 sensor 或者是终端装置，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这么多 sensor 它收集来的资料，它必须要透过一个 big data 的资料系统架构才能够处理这么大量的资料。那我这边先介绍第一个 IoT 的相关应用案例，它是做这个 predictive maintenance。那在很多工厂里面呢，已经有安装了很多 sensor 了。那这些感测器 sensor 呢，它会及时的收集来的资料。它如果可以透过 machine learning 方法去分析，就能建立模型，然后判断工厂里面的机器设备它是不是需要更换或维修。那对于有些大型工厂来说，如果你机器突然故障，它每分钟停工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万美元，所以发生这样的一次事件呢，就有可能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损失。那所以有一间在美国的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公司，就运用这样的平台跟技术，他们的客户说大型的工厂，这些大型工厂里面有数以千计的机器，所有的机器上面的 sensor 收集来的资料，每个月可能高达1个 petabyte 这么多的量。他们收集的资料包括转速、温度、压力等等，他们就利用这些资料建立的模型，能够在设备故障之前采取行动，例如说自动订购备料，并且自动为维修工人排定维修时程，然后借此来减少维修需要的时间跟成本。第二个值得一提的应用是连接网络的车子还有运输业。那现在越来越多制造出来的车子具有网络连接能力。根据一份资料显示，到了2020年的时候，75%的新车会有网络连接能力。另一方面，每一台车子上面也安装了很多 sensor， 然后你把这些车子上面的 sensor 收集的资料，透过网络传送到资料平台上面去做分析，能够做出很有趣的应用。例如说，当你使用 Google Map 或是 Waze 的时候呢，你使用这些 App 的同时，它那些系统也自动去做分析，判断即时的交通流量。那还有应用呢，是拿来做汽车保险，它会根据你开车行为判断开车风险有多少，然后进而去决定你保险的保费。有一间公司叫 Navistar， 它是一个卡车的制造商。但他们除了制造卡车之外呢，还要提供一个服务，让卡车运输公司更加有效率。那对于运输业来说，他们关注的是，如果有一天卡车突然故障了，他们带来的维修还有营运的损失相当可观。你可以想想看，如果在美国啊，很多地方人烟稀少，每个小镇之间可能要开1-2个小时才会到。如果卡车刚好在中间的公路上面故障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叫拖带公司来维修。那这个来回的时间，还有呢，有些维修零件可能要等好几天才能运到，加上维修期间卡车不能够使用，必须要调度其他车辆，这些成本非常惊人。所以类似刚才那个例子 ，Navistar 呢，它收集卡车上的 sensor 上的资料，就能够判断卡车是不是需要维修了，然后就可以在它卡车运输的目的地卸货之后直接维修。那需要的料件可以事先订购，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和系统，就可以把维修成本降到原本的好几分之一。第三个有趣的应用是智慧城市。目前全世界有很多城市开始在城市各处装设 sensor 收集资料，那这些收集来的资料可以再结合其他外部的资讯，例如说天气、交通即时状况等等，可以让城市的管理更加的聪明。这里有个例子。是美国肯德基州交通部他们应用资料来解决雪灾造成的影响。台湾是亚热带的气候，所以大家可能很难去体会。不过在美国很多州冬天都会下雪，下雪的时候虽然很美，可是对于交通影响很大。例如说，只要下大雪的时候，公路就得封闭，因为车辆容易打滑出车祸，所以一场暴风雪会造成数千万美元的损失。那为了因应雪灾呢，政府会派出铲雪车把雪铲到路边去，然后开始撒盐，盐巴会让公路上剩下的雪融化。但因为他们没有好的管理方式，
有一年下大雪，下到最后，这个溶血用的盐几乎都用完了。后来肯德基州的交通部就利用 Hadoop 系统去收集铲雪车的位置的资讯，还有气象，去及时判断同样的路况、路段，它撒盐是不是已经撒好几次了？他们就利用这样的系统去提升应对气象处理的能力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应用。第4个应用是医疗照护，你可以针对慢性疾病的患者，他们在家照护的时候会监控身上各种的生命迹象，例如说心跳、血氧浓度等等。一旦发现有异常，就能够向医生发送警讯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医疗成本，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，病人其实不需要去回诊。有一个慈善基金会，它跟 Intel 合作，要提升帕金斯症患者的照护和医疗，他们就在患者身上装设仪器去监控生命迹象，然后每秒钟传送几百个讯息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去。藉由这样的方式，研究人员可以去收集长期而且客观的数据，来帮助治疗患者，然后评估患者他是否症状有进步。